他妈摁的啥玩意儿这是？哎呦我操！大便！我操！他妈塞的！我操！谁他妈觉得拉了一泡？我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推墙论。今天是2021年的4月2号，星期五。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呀！妈呀！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面具人想要做一个调查啊，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农村户口呢，还是城市户口？是农村人的请留言打1，是城市人的请留言打2。那今天要讲的事情可都是关乎于你们每个人的家庭死活的重要问题。顺便呢，面具人会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再讲讲以债治国和民粹思想的问题。好，咱们先来讲今天的第一个大事儿啊，给大家讲一个新闻听听啊。你们看这张图，已经有9个城市公布集中出让宅地。天津首批出让58宗地块暂列第一。3月31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20年度第一批次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共计30宗地块，土地面积约为169公顷，建筑规模约为345万平方米。2021年，北京市将于3月、7月左右、11月左右分3批次发布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已经有广州、北京、天津、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合肥、成都等地陆续跟进政策，9大城市发布集中出让供地信息，用于住宅的开发。从首批供地宗数上来看，天津市暂列冠军，第一批计划出让58宗地块。根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3月3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天津市在2021年计划分为3、6、9月3个批次挂牌土地。天津首批集中挂牌58宗住宅用地，拟出让土地面积合计约为375.5万平方米，挂牌起始总价约合502.9亿元。此次挂牌的地块分布遍及于市区、环城、滨海和远郊。你们听好了啊，一共是3批啊。这一次挂牌502.9亿元，375.5万平方米，还只是第一批。由此可见呢，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咱们接着听啊，杭州首批挂牌宗数次之。据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信息公告，第一批集中出让共计有57宗，出让面积约为4533亩。那这是多大呢？就是302.2万平方米。感受一下啊，这个数字大不大？其中呢，西湖区3宗，江干区3宗，工业区2宗，下城区3宗，滨江区2宗，钱塘江新区7宗，萧山区12宗，余杭区7宗，富阳区6宗，临安区12宗。一线城市中，广州和北京分别计划首批批准推出48宗以及30宗宅地，其中呢，广州首批48宗宅地计划于4月底集中出让，总用地面积约为393.6公顷。按照区域分布来看，荔湾区1宗，白云区8宗，黄浦区3宗，花都区4宗，番禺区5宗，南沙区5宗，从化区4宗，增城区18宗。北京则明确首批集中供应30宗项目，共涉及12个区，其中朝阳区10宗，建设用地面积约为41公顷。江苏南京则于3月29日集中对外推荐了33宗商品住宅类用地，33宗地块合计总出让面积约为218万平方米，分布在西峡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江北新区。其中呢，推地面积最多的前3个区分别是浦口区5副58.76万平方米，雨花台区7副
51.92万平方米，江宁区8附47.62万平方米。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则计划于4月28日以挂牌的方式出让16幅地块，其中纯住宅地15幅，1幅为居住、商业用地，共计为94.93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起始总价约为227.73亿元。另外呢，苏州、合肥、成都等地则公布了全年的供地计划，其中苏州全年计划住宅用地供应116宗，总面积约为615公顷。合肥计划今年拟供应土地2633公顷，其中住宅用地约为666公顷。成都计划2021年全年住宅用地供应1050公顷，其中商品住宅类用地供应为700公顷。那新闻讲到这里，给大家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啊，那就是农民的宅基地呀，或者是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农村的这些人想要免费住宅基地的时代会一去不复返了。为啥？原因很简单，国家要赚钱，农民必须要贡献经济价值，对不对？天下哪有白住的房子嘛，对不对？你们看好了啊，上述新闻当中能挂牌出来的土地都已经是征收好了的。那这中间具体是怎么征收的？面具人相信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知道。土地国有呀，这本来土地呀、房子呀都是国家的，党就是国家，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就要为党做贡献。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的负责人表示，今年要求各地进一步将住宅用地出让信息合理适度的集中，重点城市要对住宅用地集中公告、集中供应，让各类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充分掌握信息，形成合理的预期。上述负责人指出，减少土地公开出让过程中关联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对市场预期的影响，纠正信息披露的随意性、碎片化、不确定等不规范的问题，防止市场主体由于不掌握重要关联信息带来的竞争。听好了啊，国家它明确的说了，要防止竞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做生意，你们这些屁民别挡道啊！而且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集中。这个新闻的结尾部分才是图穷匕见呢，他强调集中、集中再集中，连续提出了好几个集中。那这就代表什么啊？开发商再过不久也就只剩下国企了，住宅土地卖出减少，面粉面包都要涨。为什么？因为土地政府集中供应，政府开发了，或者是开发商帮政府开发，但是呢，这其中的利益就是完全以政府为主导了。什么这些卖房的售楼部呀、房地产开发商呀，都已经转行为打工者了，并不是老板了。中国以后的房价还是会涨的，因为干掉了私人开发商以后，国家队来做房地产生意权力更大。可是权力更大就意味着他更有要高价的资本。为啥？因为老子有枪。之前面具人讲到了中国的城市会按照商圈3环5环来划分吧，对不对？比如划分一个贫民区、富人区、经济区，确实是。可是呢，事情发展到了今天，面具人又发现了中国以后不但城市内要划片区，就连城市与城市之间也要有严格的划分。可能以后的中国会分为金融城市、工业城市、机械城市、文化城市、农业城市、科技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都是有着严格的通行管控机制。以后土地住宅的分配，人能去哪儿，不能去哪儿，既不是市场说的算，也不是资本家说的算，更不是老百姓说的算。共产党这个政体的进化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共产党看到苏联解体，就学习如何防止这个民变啊，如何防止颜色革命。共产党看到美国被资本家掣肘，美国的资本家，你像马斯克呀、扎克伯格、华尔街，都是在利用美国的国家资源和外敌勾兑赚钱的。可是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商人无国界，投资到哪儿是人家私有财产的自由，所以呢，美国无法干涉。那你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渐渐的，无论从媒体洗脑还是到民意、商业环境、就业环境，这些都是被资本家牢牢掌握住的。
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国家迟早会被商人集团瓦解。商人才不管你国家完蛋不完蛋呢，有钱到哪儿都是爷嘛，对不对？老子只用赚钱，不管这个钱是从美国赚的还是在中国赚的，无所谓，能赚来钱就行了。所以共产党看到了美国的这种泥泞，尤其是习近平，他很清楚，要保持国力的强大，就必须要牢牢地管控资本家，这样呢，习近平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争霸世界。那既然资本家要管控，这底层的屁民就更加要管控了呀，对不对？否则呢，你光把资本家管控了，底层的屁民都跑了，那资本家也没市场嘛，对不对？这个市场环境呀，压榨的轮回就做不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看啊，上海市警方公布新修订的《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中指出，将于4月1日起施行。那这种法规呢，没有经过任何民意，说干就干，也体现出了中共这种极端专制的高效运转啊。他今天说实行，明天就必须实行啊，说后天实行，后天就必须立刻实行，眼睛一闭一睁就实行了，不会像什么民主国家又是1读、2读、3读啊，经过立法院呀，经过国会呀，不，习近平说干就干。那这个新的规定，在原有的居住在上海的本市户籍人员、外市户籍人员的基础上，将短暂来上海停留的人员也纳入了服务管理的范围，包括来上海就医、就学、旅游、公务活动和探访亲友等停留超过24小时的人员，但不包括一日游和公务活动的当天往返，以及交通中转等车的人员。关键点啊，公务人员是有特权的啊，不包括在其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审批。你们继续听啊，这个规定进一步丰富了实有人口信息的采集方式，在现行的由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等传统方式基础上，新增了通过一网申办、平台自主填报的便捷方式。听好了啊，自觉申报啊，并且呢，很多小区都已经实行了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信息的这种玩法啊。看你们以后啊，要么就是被协管员找上门来，要么呢就是你自觉一点啊，用什么 APP 啊，一网通办理自己的这个信息填报啊，叫什么市民云 APP 呀，什么微信、支付宝呀、随身办呀，这些小程序呀 APP 都有实时查询人口信息、自主填报的办理的那个功能。观众朋友们啊，面具人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中提到了习近平是非常喜欢研究帝王学术的，对吧？尤其是崇拜朱元璋。面具人已经连续2期节目中提到了朱元璋和《资治通鉴》。你们看好了啊，这个中国人啊，他在中国的城市之间流动，以后呢还需要办签证了。比如呢，你到上海，那你要提前报备申报，然后呢给你批，就跟你出国似的。以后呢，从湖南到上海的难度可能就会不亚于从湖南到澳洲的难度了，要审批签证了。你没听错啊！以后呢，你从中国的重庆到西安，从西安到甘肃，从甘肃到河南，这些地方啊，你互相流动，难度就相当于你要去台湾、你要去香港的难度了啊！这习近平啊，每次还都是先拿上海开刀，哎呀，是有多恨江泽民呀！其实呢，不仅上海、深圳、重庆、西安都会搞起来。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嘿嘿，那这就又要提到朱元璋了。面具人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比如中国它需要农业，你天生下来就在农业城市，可是呢，你偏偏想要去文化城市，你觉得这可以吗？你是种地的命，你就好好的种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不想在种地城市里面待了，那谁还来种地呢？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类比美丽世界啊，所有的人从受精卵时期就注定是阿尔法、贝塔奴隶了。奴隶他可以定制为智力低下，天生下来就是投放用来干奴隶工的。
阿尔法呢，就是筛选的高智商的受精卵，他们可以从事科研工作，所有的人都是井然有序的，没有觉得半点的不合适，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好，我们继续说习近平向朱元璋学到了什么啊？明朝时期有一种东西叫做路引，道路的路，吸引的引。所谓路引，就是封建社会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人口束缚于土地上的一种措施。要知道，古代最重要的税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如果说人跑了，地荒了，没粮食了，那皇帝到哪儿收税去？皇帝到哪儿收兵粮去？因此呢，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面，就必须限制他们流动。但有时候呢，又不得不让他们离开所属地，比如呢，外出经商呀、采购呀、探访亲友什么的。于是呢，就出来了一个路引制度。按照《民会典》记载，凡是离开所属地100里远的，就需要路引了。不然的话，士兵以逃兵论处，百姓以偷渡论处。偷渡啊，你没听错，这个和你偷渡到美国是一个概念，是犯法的，而且呢，罚得很严重。偷渡最轻的刑罚也是80大板。哎呀妈呀，这80大板打下来，不死也残了。可以说刑罚是非常严酷的，偷渡几乎就等于死刑呀。若是军民出100里之外不给引者，均以逃军论，基本上都是处决。古文的记载是这样的，你们听一下啊：凡无文引私渡官津者，杖80；若官不由门，津不由度，而越渡者，杖90；若越渡原边关塞者，杖100，徒3年。因而外出境者绞，守把之人知而故纵者同罪，失去盘结者各减3等，罪止杖100。这个古文大概的意思能听懂吧？就是按照你偷渡的距离来定罚，打不死也要判刑，而且呢，放行的人也是同罪，知情不报者也是同罪。在明朝啊，申请路引也很麻烦，先要向村支书申请，然后呢，再上报到州县审核，核准之后才能发放路引。那路引要注明姓名、年龄、住址、申请的事项和原因、起止地点，还有返回期限。搞得这么复杂的原因只有一个：家里的地还等着你回去种呢，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赶紧回家种地去吧你。这种路引制度啊，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必然选择，只不过呢，汉唐叫做服传过所，宋朝叫做平游，目的都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让人口高效的运转。就是面具人我说的，种地的城市就老老实实的种地，工业城市的人就老老实实的上工，别一天到晚整那些有的没的瞎逼玩意儿啊！有那时间多干点活，多挣点钱不好吗？这数字货币噔噔噔一敲，你上班干活就能挣到数字货币了呀，对不对？你们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没有路引制度的话，那中央的政权就会不稳。为啥？你看啊，地方从官员到底层会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呀底层形成串联，那这样的话对中央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古代的造反都是流民互相串联勾结，然后呢再加入地方的权贵而造反的。所以呢，路引制度是维系着封建王朝的稳定的，是他们的户籍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户籍管理制度则是一个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石。现在呢，又有了大数据管控，可以说每个城市都是互相孤立的。西安是绝对不可能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武汉也是不可能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可以说，习近平是与时俱进，把高科技的集权优势最大化了，把它的弊端都给掩盖了。按理来说呢，信息互联网时代啊，真相很容易传播。可是呢，你看啊，去年武汉疫情封城多么的惨烈，墙内的人还没咱们墙外的人看得清楚。为啥？就是因为信息管控的魔力呀，对不对啊？
单单把人锁住还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让老百姓高压，这样呢才能压榨出油来。这是很简单的物理规律嘛。这花生豆怎么才能出油呢？当然是压榨了呀，对不对？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个什么彩礼贷、墓地贷吗？搞得网上民怨四起，沸沸扬扬，很多人嘲讽这个事儿。面具人，我在去年的时候也提出了以债治国的概念。其实面具人，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啊，我曾经也负债过。我的人生中干活最勤快的时期就是还债的时候。人都是一样的，饱暖思淫欲。人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中，才会想要奋斗，才有奋斗的动力。你说这个人要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啥有啥，那这个人就没有斗志了。所以呢，习近平的这个以债治国的目的就在这儿，平民。很多人会觉得墓地贷、彩礼贷太荒唐了，国家肯定不会允许的。嘿嘿，允不允许？大家仔细听好这个新闻哦。央行谈彩礼贷、墓地贷，针对近期热议的彩礼贷、墓地贷等话题，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在4月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个别银行打着所谓的金融创新的旗号，挑战社会的痛点，引导居民过度负债，触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但同时，这类贷款的本质其实就是居民消费贷款，通过制造噱头的方式来宣传获客，这也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自身的服务能力的不足，以及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些困境。所以，尽管是个别银行，我们也觉得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邹兰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他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要继续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把资金更多的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第二，央行会配合银保监部门，对中小银行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准入实施有效的监管和指导，支持银行在风险管控、可控、审慎合规的前提下，结合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来创新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听好了啊，国家并没有否定彩礼贷、墓地贷啊。国家说这个话的意思，它就是表达了啊，你们搞彩礼贷、墓地贷其实都是消费贷，你们的创新能力不足，没有把这个事儿包装好，懂了没？来，继续听啊。对于有悖公序良俗与国家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做法，及时予以纠正。第三，多措并举，切实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且还要让他们做到能贷、愿贷、会贷。这个领导的话讲完了，他这个话说得很巧妙哦。表面上看，是批判彩礼贷、墓地贷，可是呢，央行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就是彩礼贷、墓地贷本质是消费类贷款，并且呢，你们这些奴才的创新能力不行，看来呢，还是要我们中央来统一调控。那中央说这些话，就等于是把彩礼贷、墓地贷的身份正规化、合法化了。都属于消费贷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吗？对不对啊？彩礼算不算消费？墓地算不算消费？算吧。那你还说这个彩礼贷、墓地贷不合理啊？有啥不合理的吗？人活着还能不消费了吗？对不对？别说活着要消费了，死了也要消费。好，咱们再退一步想啊。
中共它现在管控的如此严厉，那这些银行如果没有央行的批准，他们自己是没有权限推出什么彩礼贷、目的贷的，懂不懂？只是这些底下的小鬼们，他们是背锅的啊！真正想推彩礼贷、目的贷的是中央，因为现在的银行系统都是归中央高度管控的。什么支行、分行、地方银行是根本没有权利的，这样你们能想明白了吧？懂了没？面具人每天讲这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啊，其实呢也不是说讲给底层的暴民听的，他们也听不懂，明白不了。我讲的东西是给那些还有上升希望的人听的。其实真正的底层暴民是没有脑子的。统治者们是不用去考虑底层暴民的想法的，他们只用去考虑底层暴民该想什么。所以呢，知识垄断把民粹傻屌培养的越傻叉越好，这样才有利于割韭菜。这个世界是残忍的，没人会平白无故的帮你的，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懂了没？当然了，面具人，我是一直信奉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这种想法的，从来我不会小气啊，憋屈占别人的便宜，懂了没？可是呢，底层的暴民是绝对舍不得自己的小算盘的，他们总想着占别人的便宜，这也就是笼子里面有一碗猪饲料，外面就是森林，猪却选择了进笼子吃猪饲料的原因。最后呢，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民粹主义。其实呢，民粹的定义来源于3个角度。第一种呢，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的。民粹是民众不满的情绪，民众不再用理性思考，转而呢，把他们的心理状态变为愤怒、恐惧，由这些情绪来驱动他们思考，进行政治行动。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社会的阶级。民粹主义群体是全球化进程中沦落为中下阶级的愤怒群众，他们抱怨精英阶级忽视了多数人，可是呢，他们自己却除了发泄、当键盘侠，又没有别的办法改善自己。第3个角度呢，就是政策的角度。民粹领袖者喜欢用空头支票或者是喊口号去煽动底层民众的情绪，而且呢，这一招非常的有效。民粹领袖是民粹群众的唯一希望了。没有脑子的人，他自己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民粹主义其实啊，它的本质是一套认知政治世界的道德假象。民粹主义的掌权者通常呢，会用3个角度进行国家治理。用政党的意志占领国家，不停地画大饼，打压公民社会的反对声音，这3大法宝，你们仔细看好啊！底层的暴民也反对精英，也反对多元主义，也不允许反对的声音。这其实和民粹领袖怕精英篡位、多元主义不好管控、不允许反对的声音是配套的。所以呢，二者的个体经常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代表全体人民，以己夺人。二者的唯一区别就是在于，民粹领袖是清醒地利用民粹，民粹暴民是痴迷于民粹。而且呢，民粹暴民他没有民粹领袖的资源和力量啊，但是呢，民粹暴民的认知啊，他认为自己和前者是一样的，都有着伟大的目标。民粹主义看似是代表人民，实际上呢，就是在偷换概念，用一部分人民取代全体人民。民主与民粹的差别就是在于，前者他是在追求完美，后者呢，他认为已经达到完美了。所以呢，既得利益集团会给这些民粹暴民脑子里面灌输什么都是好的，保守传统就是好样的，不用改变了，不用革新了，不要前进了，保守就是好的了，守护传统价值观，守护保守主义。为什么这些利益集团要给他们灌输这些思想呢？为什么？因为变革需要花钱呀，变革有风险呀，搞创新需要投资呀。
而底层的暴民跟着摇旗帮民粹领袖喊口号，也证明了民粹者拥有自残的特性。为什么？因为民粹领袖可以对全体人民表现出象征性的依赖，放大他们的声音去表达全体人民，这就是民粹主义的魅力所在，让底层人民可以感觉到不被忽视的参与感，并且呢，赋予底层人民一种集体行动的权利感和安全感，让底层人民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有尊严、有被在乎的感觉。这一点是纯粹感性的，与对错好坏无关，情感对了就对，情感错了就错。所以呢，习近平、川普、蔡英文他们很重视这块，人人都喜欢自己被夸赞完美呀、帅呀、漂亮呀，对不对？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夸赞自己的人民，让自己的人民轻飘飘就好了嘛。所以在讨论民粹主义问题的时候，其对立面往往是一个想象的民主政体。为什么说是想象的民主政体呢？因为无论是美式民主还是英式民主，相比于古希腊民主，相比于完美的民主制度，都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现代的民主政治都是在吸取了二战历史后，在反极权主义的前提下而发展来的。自上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对于完美的政治体制的想象。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当下的这个政治体制不是很完美，人们才会主动纠错。可是当人们不再追求完美了，而是认为现在的政治体制就是最完美的时候，那民粹就出来了，民主也就没了。而这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无外乎民主还是独裁。所以呢，你看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台湾，每天都在上演着大量的霸凌和人道灾难，并且呢越来越严重。好，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然后呢，最近我在整理一些心理学的资料我会专门再推出一些心理学的节目。如果说有观众朋友们有心理咨询或者是出国移民的需求，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和我单独沟通。好，我们下期再见。